今天来到神奈川的金泽文库，听名字挺平平无奇的一个地方，但是这里隐藏着关東最古老的武家文化坐標称名寺。它是13世紀镰倉幕府時期統治日本的金澤北條氏的菩提寺。所謂的金澤文庫其實是藏在菩提寺旁邊的一個文庫。這個文庫是日本最古老的武家文庫。現在咱們要從車站步行過去，大概10到15分鐘吧。咱們出發吧。前邊就是稱名寺的赤門了。那我們先來到稱名寺的赤門。當你穿過這道赤門的時候，在律令體系中你實際上已經進入了一個被賦予不入特權的聖域結界。在那個鎌倉幕府與京都朝廷權力拉鋸的動盪年代稱名寺並非一座普通的寺廟，它在功能上更接近於一個被行政力量強制隔離出來的禁止空間。根據佐藤進一關於中式法制的結構視角部分武家的菩提寺被賦予了一定程度的剪斷權。這意味着外部的行政與司法力量在這裡被物理性的切斷。北條氏通過這種配置在金澤的海邊構築了一個不受外界侵擾的主權空間。穿過赤門就可以看到稱名寺的山門了。參道兩邊現在都是私有地了，都是住戶。這樹是櫻花樹，再過1個多月吧，櫻花就該滿開了。趁着步行到山門前的這段距離我簡單給大家普及一下日本的菩提寺吧。所謂的菩提寺並非單純的信仰場所它是武家或豪族指定的家族專屬寺院。它的核心職能有3層。第一家族歷代先祖的墓碑與戒名皆存放於此。在律令時代這不僅是追思，更是證明家族血統合法性的檔案庫。第二呢，武家通過向菩提寺捐贈土地將家族資產的一部分轉移至宗教名下。由於菩提寺通常擁有不入權嘛，這部分資產在動盪的政局中具備極強的避險能力，在功能上更接近於現在的家族信託機構。第三呢，通過在菩提寺進行持續的祭祀統治者將自己的家族史與佛法敘事強行縫合。在踏入阿字池的淨土之前你最先經過的就是眼前這道人王門。大家可以仔細觀察它這個金剛力士像高達4米，落成於13世紀的鎌倉時代。是目前關東最大的人王力士像。他們並非慈悲的化身而是北條氏在聖域入口設置的2尊極具威懾力的禁衛。他們那種極度誇張的肌肉線條與嗔怒的面孔實質上是降魔律令在感官層面的暴力具象化。這種視覺上的絕對壓制是為了讓進入者踏入淨土之前先在心理層面上感到懼怕和繳械。在那個文盲率極高的時代這種巨大的不可直視的武力形象比任何文字律法都更能清晰地定義階級邊界。只有順從了這種視覺審判的人才被准許前往池水的對岸去瞻仰那尊由金箔裝飾的阿彌陀佛。由於這個人王門是重點文物保護對象所以可以看到它是不讓走的。咱們要從旁邊這個門進去。穿過人王門就可以看到一片水域，這就是著名的阿字池了。這是典型的淨土式庭院。在13世紀的關東這種空間配置具備極其明確的治權功能。根據王野山彥的結構這種庭院其核心功能並非單純的觀賞，而是縣市與聖域的斷裂帶。這道橫跨赤水的紅色反橋在視覺上強行擬合了從穢土跨越至極樂淨土的宗教路徑。金澤北條氏利用這種極端的儀式美學將其統治中心置於阿彌陀佛的居所之內。這些宏偉的建築比如金堂、釋迦堂、鐘樓在律令邏輯中共同構成了一道視覺屏障。它們不僅是佛法的載體，更是武家政權利用宗教包裝後的聲譽。當領民駐足於池水對岸搖拜時他們所能觸及的僅是被宗教儀式感所修飾後的慈悲表象。
而在這些莊嚴殿堂的陰影深處啊，在視線無法逾越的後山中隱藏着的，才是金澤北條氏操縱現實世界的權力核心。這種由水體與橋梁進行阻斷的空間結構啊，實質上是權力建立的一種信息不對稱的布局。領民來到這裡啊，以為是在瞻仰神蹟，而權力則將自己的秘密隱藏於其中。那根據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研究中式城市規劃的視角中啊，這種利用神佛來掩蓋秘密的做法是統治者非常愛用的做法。这只猫咪跟着我不让我走，好有意思。我去哪儿它就跟我到哪儿，拍拍正脸。现在看到这口钟啊，就是晚钟。在金泽這塊啊，以前有個金澤八景，八大景觀。那下一站名字就叫金澤八景。但問題是在明治時代的時候呢，這附近啊進行了大規模的開發和人工填海啊，所謂的八景啊就只剩一個了，就是咱們現在看到這個晚鐘，剩下7個已經全都看不到了。那境內的建築物啊，現在剩的已經不是很多了。那看完建築物啊，就要到這期的核心了。在左邊啊，這塊有一個隧道，那裡邊就是正經的金澤文庫了。穿過眼前的這個隧道啊，就可以到達金澤文庫了。但過去之前，咱們先要看旁邊那個舊隧道，也就是當年留存下來的中式隧道。眼前看到這個被封起來的隧道啊，就是最早的隧道。這條隧道啊，在物理層面連接了宗教的称名寺與象徵知識的金澤文庫。這種利用隧道連接的做法，是為了防止木造寺院起火時啊，火舌向後方的書庫蔓延。在13世紀呢，紙本墨書啊是極其脆弱且不可再生的統治資源。北條氏氏呢，通過這種空間布局啊，在毅然的信仰與永恆的知識之間啊，強制制造了一個緩衝帶。那接下來啊，就要通過這個隧道啊，前往金澤文庫了。但這個文庫啊，現在屬於一個重點博物館，裡邊的書籍太珍貴了，所以裡邊是不能拍攝的。由於不能拍攝，就很難去展開講，所以啊，我就在外邊簡單的給大家介紹一下吧，就把重點講一講。隧道裡的這8幅畫啊，就是金澤八景了。晚鐘的這幅畫必須得講解，因為你只看畫的話，你是看不到任何鐘的啊。你看名字，称名就是称名寺晚鐘。那这個隧道非常短啊，出了隧道啊，馬上就可以看到金澤文庫了。所謂的金澤文庫啊，是由北條氏氏啊於1275年前後啊建立的日本最早的5家私藏書庫。在那個信息極度匱乏、知識被視為神聖資源的年代啊，北條氏通過這套設施啊，對來自宋朝、高麗以及京都的政治律令、軍事機密和醫學典籍啊，執行了大規模的截留與存檔。那在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的結構中啊，這並不是單純的藏書行為。從制度史視角看呀，這是一種對知識資源的高度壟斷。北條氏利用對金澤灣貿易港的實際控制啊，優先獲取了那些足以改變日本運行邏輯的海外文書。利用這個文庫啊，他們將宗教權威和信息知識啊進行了壟斷。這裡可以說是金澤北條氏在關東建立的第一個情報中樞。這種對核心知識的私藏啊，構成了他們對京都朝廷知識層面的降維打擊的基礎。當眾人以為他們在後山祭祀祖先時啊，他們實際正在這些卷軸中啊解析並修改着整個日本的統治邏輯。剛才有說啊，那以前政權很喜歡把自個兒的秘密啊藏在這些宗教設施裡邊。大家很奇怪啊，就這麼大點地兒，他們藏秘密的地方在哪兒呢？大家有看到後邊那個山了嗎？繞過這個大殿啊，從後邊走過去，就是他們的秘密藏身之處了。現在咱們過去看一看。
那北条氏的墓啊，就藏在这山里边，包括北条家一些相关的人物的墓也在这里边。那建筑物的话，剩的不太多了，可能就剩一些遗址了。这张图就更明显了，可以看到，实际这個寺廟的範圍就這麼一點兒。那以前外邊還會有啊，那現在就只剩這麼一點了。然後後邊這一整座山啊，才是北條氏隱藏秘密的地方啊。那咱們就用爬山這段時間呀，講一講金澤文庫真正的含義啊。那金澤文庫的真正意義啊，不在於保存了多少卷宗，而在於啊，它展示了權力如何通過私藏知識啊來鞏固統治。那在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的視角下呀，這裡是一處將公有的文明資源進行私有化盡確的場所。北條氏時啊，通過山體與隧道的物理構造啊，將足以影響國運的典籍啊，封存於這一處無法被外界窺視的靜宮之中。當京都的公卿還沉溺於陳舊的儀式與先例時啊，金澤北條氏啊，已在這些密藏的卷軸中啊，掌握了重塑律令以操控行政的優先權。那這種信息差產生的壓迫感啊，令所有的競爭者在法理博弈中啊，始終處於智力層面的從屬位階。然而權力終有盡頭啊！元弘3年，也就是1333年，隨着鐮倉幕府的崩潰啊，金澤北條氏的統治走到了終點。但這些被私藏的文明代碼啊，並未隨之毀滅。他們作為主權遺產呀，最終流向了足利氏與後來的江戶幕府。已經從山上下來了，哇，可以這麼看啊，在那個大殿後邊還有這麼大的一片廣場，這以前肯定是有東西的。現在呀，咱們就要去離這兒不遠處的海之公園了，因為那塊就是接下來要講的地方。現在來到的位置啊，就是海之公園。再往前走啊，就是八景島，是目前關東非常有名的海島樂園。那為什麼要來這裡呢？剛才有講啊，北條氏啊對書籍進行壟斷嘛。那他在哪兒壟斷的呢？就是在這個位置。以前這裡啊就是港口。那現在看不到港口，是因為剛才有講，在明治時期嘛進行了填海，所以現在要到海邊的話，還要再往前走一段距離。那在金澤北條氏的時代啊，這個港口啊叫做六浦，那曾是連接京都、高麗與南宋的頂級貿易港。金澤文庫裡那些足以改變當時統治邏輯的書籍啊，就是通過這個港口進行截流壟斷的。那這意味着呀，在13世紀的時候呢，全日本最前沿的文明代碼就握在目前陈述在稱名寺中那幾個人的手裡。已經來到沙灘邊了，這個沙灘還不錯，比之前去的幾個要好。那前邊看到就是八景島了，這是非常著名的一個遊樂場，而且還有這個水族館，非常有名。在這塊啊，雖然已經看不到金澤八景了，但是主要還有兩個地方可以玩，一個是就是剛才我說的八景島這塊，然後第二個就是沿着這個方向走，那邊有一個野島公園，那邊有一個展望台可以看風景，非常不錯。然後在展望台的邊上啊，就是以前伊藤博文海邊的度假村、度假屋。然後現在有2條路可以選，接下來內容啊就跟之前的沒關係了，因為金澤文庫相關的已經講完了。下邊就是隨機拍攝了，看到什麼拍什麼，看到什麼講什麼，就純屬於散步散心了。那我決定啊，不去這個八景島了，因為首先啊，今天不是平日嘛，肯定裡邊很多東西是不開的。那去了就是浪費錢，那挺貴的這個門票，我不如去這個伊藤博文的舊址，還有那个野島公園展望台看一看。哎呀，別看就從那兒走到這兒啊，距離不是很遠，但是在沙灘上走啊，非常的費力氣。就走這麼點距離，我就餓了，給我走餓了。但是這邊的商店都關着門呢，又要為吃東西啊發愁了。它寫的是 BBQ， 那等於說夏天這塊應該是可以吃 BBQ 的。這塊風景是真不錯。這就很明顯了，遊樂場
那個雲霄飛車的架子。我都懷疑他今天遊樂場是不是都沒開門，那邊是一點動靜都沒有。我打這從這塊走到這塊，就那雲霄飛車就沒有開動過，所以沒有過去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哇，工作人員在這打掃衛生呢，他們真的是在地上一塊一塊的去拿鏟子鏟呀。不行，这一路上什麼吃的都沒有，幸好發現一個便利店，先買2個麵包墊一墊，要不然太餓了。前邊就是伊藤博文以前海邊的度假屋了。哎，应該是这裡邊。它現在內部啊是翻新呢，重新開放得是4月份的。但是外邊是可以走的，好像它這裡邊是全免費的，即便這個房屋啊4月份開放，它進去也是免費的，所以直接進去就可以了。它現在牡丹園是可以進去觀賞的，屋子是沒法進去的。這就是伊藤博文度假屋了，雖然給罩住了，但是大概也能看出來它的形狀。這邊就沒什麼可看的，他說的是牡丹園啊，這也不到花季呢，看着什麼都沒有。接下來要去的野島公園啊，就在邊上，那塊有一個展望台，也是免費的，咱們過去吧。发现一只松鼠，正在吃东西呢。哎，又来一只。那儿是啊，那只被嚇跑了。哇，到了這個高度才發現這附近好美呀！那個方向更美，只不過現在逆光看不太清楚。終於爬上來了，前邊就是展望台了。終於上來了。哦。想等那個夕陽下去以後拍一拍那邊，但是發現那邊還有一個琵琶島神社，也可以看一看。如果等夕陽下去的話，就拍不了了，所以就不在這耗時間了。咱們再簡單看一看，就該出發了。多漁船呀！那個變田屋還有這個荒川屋應該是吃飯的地兒，但是明顯沒有開門。這裡就是琵琶島神社了，咱們進去看一看啊。這裡的主祭神啊，就是這個弁財天。在镰倉幕府的時候啊，日本才大規模開始供奉弁財天，因為弁財天代表着五運、財運和水運嘛。實際上啊，真正推動的是北條政子這個人，跟源賴朝其實關係不是很大。所以大家在镰倉這附近啊看到的弁財天啊，基本都是當年北條政子勸請的，或者他推動的。但這塊的話，他沒有直接寫跟北條政子有關係的原因啊，是目前缺乏
史料去直接證明啊，這個神社啊是由北条政子勸請的，所以他寫的是跟源賴朝和北条政子啊有很深的淵源啊，他不敢直接寫是他們勸請的。其實就是一個人造的小孤島啊，然後島上面積不大，然後一個神社。剛才也說了嘛，弁財天也代表水運嘛，所以放在這兒也是合理的。接下来要去對面的瀨戶神社，為什麼看它呢？跟神社沒關係啊，主要是發現它旁邊有好多梅花啊。哇，老遠就看到這些，哎，這是梅花吧？是梅花。哎，這是梅花，這怎麼像個櫻花啊？真的是櫻花兒，玉生櫻！我的天啊，這麼早就開了！這個是梅花兒，是吧？我現在都已經沒有自信了。白加賀，对，這邊是梅花。看完这两個神社啊，其實就已經到車站了。我先在車站附近轉一轉，看有什麼東西可以吃。已經吃完飯了，又在附近轉了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逛了。那這期內容就到這了，謝謝觀看，咱們下期再見，拜拜。